三花子、五花子、石人、石饼、牛舌头、吊龙棒、薄仁、吊龙肉。这些让人瞠目结舌的术语，都是潮汕人在吃牛肉火锅时常挂在嘴边的名词儿。只要有一口锅和一瓶水，潮汕人就能把牛的本色烹调出来。潮汕牛肉火锅是因为上个世纪来自于一种东南亚的酱料，演变到现在的清汤牛肉火锅。上世纪30-40年代，潮汕商贾下南洋谋求生计，把当地一种辛辣香咸味道的酱料沙爹酱带回了家乡，并按照潮汕人的喜好调制出全新的香酱沙茶酱。老一辈的潮汕人将沙茶酱作为汤底来涮鲜牛肉，从此奠定汕头牛肉火锅无酱不食的风格。你睇我直面嘅啤㗎，直面嘅試下落嘅，呢幾多在內嘅搦，依個搦啊，依個我搦自動嚟試下落。39歲的林海平是牛肉火鍋行業裡頭最年輕的老師傅，他和2個志同道合的夥伴，打破了汕頭牛肉火鍋走出潮汕就變味兒的定律。10年間，從一名市場切肉工蛻變為火鍋連鎖店的負責人。現在隨便拿一塊肉來，100%的人跟你說出這塊肉是來自於這一頭牛的哪一個部位、年紀、大小，還有什麼品種，我都能跟你說出來。15年前，初中畢業後的林海平跟隨大哥到八合里旁的市場當切肉工。其實他是一個工人，但是他是用老闆的責任去奮鬥的，他是有一個有能耐的。工字不出頭，是大部分潮汕人內心根深蒂固的觀念。眼看弟弟工作安穩後，林海平決定賭一把，借來1萬塊錢，在市場旁的小巷裡開了一家屬於自己的牛肉店。做事就要靠口碑質量，有好多客人來的時候跟我說：“你有這麼好的牛肉質量，怎麼不打娃娃呢？”我買了幾個爐，就這樣把娃娃給做起來。然後，從開店賣肉到轉型做火鍋，靠的是誠懇務實。人氣興旺，弟弟林海平也過來幫忙，並且向哥哥提出了自己的經營想法。我這邊現在競爭能力這麼大，老是在這個地方，然後2兄弟一大家子藏在這個地方也不大行嘛。我想出去，剛好這邊2位老顧客，就東哥跟龍哥。做10公里就夠。一個舊山啦，對能吃係冇咩情況。太熱了，吃也得在嘛。可以啊，好。距離汕頭近3000公里的內蒙古草原，是中國最佳的天然牧場之一。自2013年開始，林海平和2位老顧客每隔半年就來這裡一次。這批牛是供我們自己的嗎？這裡邊有供我們自己的，就每天早晨6點多就開始放牧，中午有一段時間3-4個小時休息，然後下午2點多就開始接着放牧。廠長下周供給我們自己的牛一定不能超過3歲啊，要挑那些漂亮一點的。盡量不要超過800-900斤，我們要控制肉的纖維，不要太粗了。每一頭牛都要按照這個標準來走。我們一直呢都是在他們家吃牛肉火鍋，他們兄弟倆務實的態度感動了我們。我們都想把家鄉的美味帶出去，這就是我們走在一起的初衷。來了。為了更好的生活，也為了人在他鄉還能嘗到家鄉味兒，3個不同出身卻志同道合的牛人走到了一起。從尋找食材開始，他們的足跡遍佈了雲貴川高原，最後選定了內蒙古的通遼牧場。牛從3000公里外的牧場運送到汕頭後，
需要安顿3天。它主要是平衡一个牛的心情如果它是处于高度紧张的情况下，会影响口感。潮汕人对牛的分解比工业化屠宰更加精细，一头牛分解后只有30%的肉能做火锅料。为了保证肉的鲜度，林海平定下了规矩：从屠宰到餐桌不超出3个小时。牛肉到店后，就是刀手演绎技术的环节。肉切得不好，会导致肉质纤维拉长，从而难以咀嚼，口感粗糙。牛身上的10个部位需要10种不同的切法，保证每一块肉的厚度一致。这就是刀工的精炼所在。来，今天上的都是好肉，好肉，对，100%。在不少人看来，火锅的灵魂在于汤底，但潮汕牛肉火锅绝不走浓艳的基调，追求大道至简，讲究清而不淡，鲜而不俗，嫩而不生，油而不腻。很多人都以为我火大就好，其实不这样的，火要文火，不要太大因为你火太大的话，你会把里面牛肉的血水锁在里面，它本身会带给你口感是酸的。1调杂质然后2调血水，3调轻微，3进3亮，过秒即捞。蘸上少许沙茶酱，让牛肉在嘴里融化，唇齿间油香四溢。一方水土孕育一方菜肴，民间曾经有这样的刻板认知，走出潮汕，潮汕牛肉火锅就变味儿了。林海平、庄旭东、方壮龙3位牛人颠覆了原有的饮食常规。在老广的饮食菜谱里，食材的选取一贯以生鲜硬实为上。怎样才能在长时间内最大程度地保存海产的鲜味儿？老广自有一套。今年雨水多會豐收啊，一定要上嚟睇睇啲行情先得。是啊。伊德路这条广州越秀区的骑楼老街，只有短短870米，却集中了10多个专业市场，过1000家商铺，因咸鱼、海味、干果闻名全國。嗰啲貝都好均勻，揀貨呢冇黐手，嗰啲貨呢質量又比較好啲。干贝，老廣俗稱瑤柱，性味甘咸平，有滋阴补肾、健脾调中的功效。顏色都可以。今年53歲的楊漢明是湛江北部灣的漁民。20年前，他在當地率先養殖瑤柱。20年後，湛江北部灣的家家戶戶都是瑤柱養殖能手。基本上我哋做出嘅產品都係拉上嚟一德路呢度批發，其他地方全國各地到世界都係嚟呢度批發。5月仲夏，楊漢明總會在入夜前駕駛漁船，在自家萬畝貝田上視察。今年嘅雨水啊特別多，嗰啲貝啊生長啊比較靚，貪料平啲人就出嚟偷。今年都發現都冇見咗幾百籠都有啦。為了減少損失，入夜前後，每隔3個小時，楊漢明就得駕船繞海一圈。93年呢個環境唔好之後，我哋七個呢搞珍珠之後呢，就96年翻嚟就睇到嗰隻山東嗰邊呢扇貝嗰隻行業就比較靚，後嚟呢我就把呢隻項目引進翻嚟呢度。
当年湛江北部湾的珍珠养殖业正值寒冬，谋求出路的杨汉民带着扇贝回来时，当地珍珠养殖户普遍不看好，连家人也提出了反对。佢都有反對話，開始話，不過我哋呢大男人主義嘛，即係講睇住項目就上咯，唔理嘅咯。看中了就上，從養殖設施的建設到種苗的培植，為了炮製這碗頭啖湯，楊漢民花了5年的時間。一扇貝呢，佢靠食嗰啲海上微生物嘅。1年收成2次嘅，農曆5、6月份嘅時候呢，就係加工瑤柱，嗰隻量就比較大啲。最後第2做呢，就係春節前，嗰隻量就比較少少，就係做前貝。直到2002年，看到楊漢民勢頭不錯，其他漁民才陸續開始跟隨轉型。製作瑤柱分為採、開、洗、煮、曬、烘這6個步驟，每個步驟都有明確的時間分配表。捕撈必須在每天的退潮期進行，待潮水開漲時，捕撈工作必須停止。好，大家嗰條線測佢哋，而家12點就流水啱，你快啲測佢啦。佢嗰個分又屬於係季節性嚟㗎，佢一到嗰隻農曆5月呢，佢就開始肥啊嘛，你唔作呢，佢就過後呢，佢就死嘛。佢嗰隻扇貝呢，喺颱風之前基本上都收完㗎啦。把1萬畝的扇貝製作成瑤柱，要反反复复的在海上作業50、60天，而且前提是天氣給力。得啫，洗個休去解8籠得嘞。冇到太多，等下又搞蝦就。扇貝起網後，需要爭分奪秒地送回岸邊，緊接着就是開殼取雞。開殼的關鍵在於經驗。每年這個時候，楊漢民都會把村裡所有專家聘請過來。第一刀你一定要靠邊先得，一刀放落去呢，佢已經就成個魚翅就好完整啊。湯唔靠邊呢，成2個啦，一個魚翅就成2個。嗰隻扇貝呢，佢單係靠攞隻閉殼機啊嘛，佢嗰啲裙啊同埋啲膏呢，全部都唔要。當扇貝褪去堅硬的軀殼，剩下的便是歷經海浪後的精華。白嫩的閉殼肌需要反覆沖洗，確保無雜質後，再放入已經調製好的鹽水裡猛火快煮。用嗰隻煤燒呢，佢火力猛嘛，煮呢時間要快，一般控制喺10分鐘左右呢，佢就煮熟嘅。瑤柱起鍋後，第一時間要過冷河，冷河能讓閉殼肌迅速降溫，鎖住鮮味，同時淡化表面的鹹度。過完冷河，瑤柱的半成品才能平鋪到網上，接受日光浴。放喺西度，馬上攞出去曬，曬咗5成乾，就馬上要放入嗰隻烘房啊，用嗰啲煤呢，再去烘到8成度。要經過煤烘，佢嗰隻香氣先有。你單係靠太陽曬呢，香度呢唔得，唔夠。改變以往單純依靠日光暴曬的方式，用煤爐加工烘乾是楊漢民的創新之一。捕撈、去殼、清洗、蒸煮、烘曬，到最後分裝，每一顆瑤柱都濃縮漁民的心血，蘊藏大海的生命力。夜幕降臨，一頓簡單美味的家常菜就是最好的補償。哎，老婆大人，今日魚翅好靚，你今日做食食。好咯。瑤柱冬瓜排骨湯是老廣的經典靓湯，冬瓜和瑤柱堪稱絕配。
瑶柱竟能释放冬瓜的清甜，还让一煲汤水浓郁鲜香。一般我下邊人都係咁煲湯，燉出嚟嘅湯係清甜嘅。鲜瑶柱炒冬瓜，蚝油清蒸鲜瑶柱，水煮原汁扇贝，清爽又热气腾腾的三菜一汤，踏实而温暖。老豆帶你過5年就把呢行業交俾你啦，你有冇有信心啊？有。这颗小贝壳从墨西哥湾来到南中国，在杨汉明守护的一方水土下长大，经加工后变身瑶柱干，最后流落在世界各地华人的餐桌上。吃什么，怎么吃，无论是新食材还是老味道，折射一方水土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，正如老广对待茶叶的态度。料菜呢是最具饮食养生价值嘅，咱都选料精髓，煮汁非常口劲，所以咱嘅料沙嘅饮食嘅是个文化，伊也非常吸引人嘅。52岁的张树茂是潮菜名厨，不仅致力于潮菜烹饪技艺的钻研探索，更身体力行带徒传艺，因此被评为非遗潮菜传承人。教高文书过，要咩录出咱料菜独立烹饪技法，叫做蔬菜烹助。现在啱清明节晒哦，现在春底爱好菜调。下只则佢，我用春底来做4道菜甲来给咱分享嘅，爱咪？喂，永兄，丁老师你好，你好。来去找个好嘅底，你话想拿来做寡道地上来教起学生。还好，还得马上就把这拍点口啊，哈。粤东第一高峰潮州凤凰山濒临东海，气候温暖，雨水充足。优越的环境孕育出宋种茶王单丛茶。咁佢嘅名做咗就全部認做咩食㗎？好。茶农曾树荣一家3代靠单丛为生，正是这一片绿叶，让张树茂和曾树荣结缘凤凰山。今年34岁的曾树荣，13年前告别外出闯荡的生涯，选择回山接收祖业。凤凰山的茶，一年可采摘春秋2季，但与一般的茶农不同，曾树荣遵循了祖辈定下的铁律，只采春茶。从我爷爷到我这一代开始，为了保持那个来年的茶叶的质量，一年都是采摘一次，质量提高的，价格也提高的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。好，等下等啊。等下，张涛的老板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重质不重量，能坚守1年1采的茶农，在凤凰山只有近1/3。每年开采前夕，父亲曾克辉都会给儿子演绎自家制茶本领。日日咁5年節啊，即係做傳統嘅啊，聽到真嘅，一路又逼咗，我係掛住啊嚇，係，就會做咩？掛住，差嘅，第一種採除，要掛拍。晒青、晾青、做青、杀青、揉捻、烘焙，6道工序环环紧扣，每道工序看似简单，绝不能掉以轻心，稍有疏忽就会功亏一篑。不但茶叶无法称之为单丛，价格更是一落千丈。3月，湿润绵长，正是第1手单丛的采摘佳期。曾树荣要赶在正午太阳出来的时刻上山开采。采茶得有太阳，天气好，做出的茶叶才能香。单丛那个特点就是香干，回甘好。永兄啊，
哦，挺好吃，挺好吃。今天天气好，慢慢走。好点点啊。好啊。出太阳才能采茶，是曾树荣铁定的原则。食材一定要精挑，是张树茂坚守的底线。细耕慢培，精挑细选，茶扇的制作既是曾树荣和张树茂的技术结合，更是制茶与烹饪两大领域之间的交互融合。老師花了整節嘅時間，搣了知識嘅試得來，今日呢就一嚟做4道菜，去大學們分享者來學習嘅。张树茂的授课亮点在于变，食物随时节而变，味道随食材而变。茶香虾，这道老广最为熟悉的粤菜，如何在虾的鲜甜之上突出茶的香味儿？张树茂有着自己的一套秘方。湯嘅薑嚟加入濃茶汁，然後呢嚟芝士嚟椒，就呢個汁嚟飲起。因為咱蝦呢，伊含有豐富嘅蛋白質，所以落芝士經過油炸嘅時候呢，伊會流失部分。咱落喺落炸嘅時候呢，洗去伊加子嘅濃清啊。扇要求不只是色香味儿，意和形的展现亦不能少。做隻地香蝦呢，是喺獨出自嘅第一個清香。嫩茶叶过水后剁成茶末，加入蛋白和肉末做成单丛茶羹。热性老窠跟寒性茶心、鲍鱼搭配成茶心炖鲍鱼。茶叶剁碎，包裹在糯米上面，做成清茶汤丸。这样养生的搭配，在张树茂手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以茶入馔成就的茶扇，既保留茶叶丰富的营养价值，又带出变化多样的味道体验，博采众长，融合贯通，让老广们的味觉越发挑剔。餐桌上的一菜一汤、一饭一肉，虽然平凡家常，却是当地山海田野的浓缩精华，以及漫长流转的生命轨迹。